Hello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正面学的张医师哈。那今天非常荣幸哈，我们可以邀请到米亚比生技公司的小资营养师，有很多的客人、很多的民众，他在做完医美或者做完手术以后，好，他们要问的不只是你医美手术做的怎么样，他们还很常会问我们说啊，张医师什么东西能吃，什么东西不能吃。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，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。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，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。记得，没效的才是最贵。想做要找真专业。像我们常遇到客人啊，他比如说他做完一些医美疗程啊，比如说拉线，或是他今天手术完以后，你有没有建议他在营养摄取上面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？其实术后有很多就是美美角需要注意，这都会影响到你愈后好不好。那这边我通常都会讲几个大原则，第一个就是吃原型食物，再来是饮食部分一定要清淡，然后多摄取维生素 C 丰富的水果类。再来是补充优质的蛋白质，那像可以摄取一些低脂的鸡肉啊、猪肉，然后还有鱼肉等等的，因为蛋白质呢，其实对于修复的部分非常重要啊。我刚刚听小芝在讲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像有一些小女生，哇，做完疗程好开心的跑去吃麻辣火锅，又咸又辣，我觉得马上就肿起来，而且可能也会影响到恢复，对不对？当然。那您刚刚讲到就是说多吃蛋白质，那我就有疑问，那牛肉可不可以吃？好多人都会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那我们是不是做完手术以后，或者是做完一些侵入式的疗程，吃鲈鱼会不会有帮助？先讲牛肉好了，其实牛肉啊，它的铁含量非常非常的多，其实非常适合术后补充。但是呢，我刚刚有讲到，就是要简单，然后清淡烹调，所以呢，吃牛肉当然可以，但是最好是吃水煮的啊、清蒸的。很多人会去说，那我要去吃个什么红烧牛肉面之类的，像那种就是钠含量高，而且高油，所以其实从整体的营养性评估来讲，红烧这种烹调方式是不适合的，但是牛肉绝对是可以吃的。在医生刚刚有讲到的鲈鱼，其实，在台湾鲈鱼就是大家都知道它称之为开刀鱼，那因为鲈鱼的就是质地比较细致，所以呢，在术后通常很多病人他食欲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呢通常都会建议他可以摄取这类的鱼类。那因为它也比较没有腥味，然后可能只要就是下水煮一下，味道就会很好，所以通常我们在术后都会建议吃这种鱼汤类的。所以除了鲈鱼之外，其实其他鱼也都可以咯。对，通常都会建议就是都可以多方摄取，就是不会有特别饮食禁忌。禁忌的部分是在于烹调调味的部分。那海鱼跟淡水鱼有差吗？通常如果想要以就是术后来讲的话，我们通常会建议吃深海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的 Omega-3 脂肪酸比较多，比较就是有助于抗发炎。因为对 Omega-3 可以抗发炎。那像这类的鱼类就有鲑鱼啊、青鱼啊、鲔鱼这些。是。因为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台湾有一个特产叫虱目鱼。虱目鱼到底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啊？在台湾是养殖鱼类，对，所以就是我们会把它归类在淡水鱼。对，所以它虽然有蛋白质，但是它 Omega-3 没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如果跟我刚刚讲几个什么像鲑鱼啊、青鱼这个，它是比较低一点。但是呢，我们通常不会跟民众说不行，你绝对不能吃虱目鱼，你一定要吃我讲的鲔鱼或鲑鱼，我们不会这样讲。只要他愿意去摄取这些好的蛋白质，我们都会支持。对啊，吃好蛋白质就是好事。对。那讲到这个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华人特有的状况，因为最近天气又冷嘛。但很多人就想说，我今天手术完了，我好受伤我要补一下，然后就会开始吃一些什么炖补的什么麻油鸡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中草药乌骨鸡啊那一种，您建议吗？这个部分一定要先跟大家讲，不只是术后，就像可能剖腹产或是坐月子的女性都一样，这类的食物啊，麻油鸡、姜母鸭对于伤口是非常的伤。怎么讲？以前呢，可能在进补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要吃麻油，麻油有助于就是身体复原，会发热啊，让你保持温暖啊之类的。但其实呢，因为麻油第一个它是高油，那它会让你的伤口就是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。那
外加它可能就是在炖煮的时候还会添加一些比较多的盐啊、高钠，也会让你的就是伤口不容易愈合。所以呢，麻油鸡、姜母鸭这类不是不能吃，但是要等到你伤口完全愈合之后再吃。对，我这边想要再补充一点，就是因为医生刚刚讲到，就觉得哇自己好累、好辛苦，想要犒赏自己。女生通常都会在觉得说，那吃甜食那些，就觉得想要让我自己心情好一点，这个也是就是不推荐的，因为高糖的话呢，就是会让你的红血球细胞膜变硬，就没有办法就是借着血流运送到你的那个伤口组织，血红素就无法就是正常释放。这样子就会让你的伤口处于一个缺氧以及营养不良的状态，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进补的麻油鸡啊、姜母鸭，然后甜食这些都是不建议的。我自己是外科医师嘛，所以我很专注在手术方面。那这个伤口修复啊，今天请教小芝，就让我想到我上一次有访问这个中医的这个生理市场，也有问到这个问题。营养师算是西方医学的概念，然后还有再加上中医师，他们虽然是不同的系统，但是都是一样的结论，所以长久以来，我们很多人会以为那个进补对身体就一定好，只是其实在术后听起来呢，其实不见得是好事。对啊。再麻烦你帮我们总结，给大家 take home message， 要吃什么东西，不要吃什么东西。好，来我这边帮大家整理几个大原则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第一个原型食物、清淡饮食，多补充维生素 C。再来是补充维生素 A， 因为维生素 A 有助于就是黏膜伤口的修复。那这类的食物就是存在于可能坚果类、深绿色蔬菜都有。再来有一个东西叫做矿物质锌，锌呢它可以增加细胞增生，然后以及胶原蛋白的合成，然后是对于伤口复合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。再来是就是避免辛辣的饮食，避免高油的，像医师刚刚问的什么麻油鸡、姜母鸭、红烧牛肉面都先不要。再来是酒精也不要，因为酒精也会让你的血管收缩，就是比较频繁，然后伤口不易愈合。谢谢小芝营养师给大家的建议。谢谢医师。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频道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大家一定要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哦。对了，还要分享给你的朋友。